嗨，大家好，我是素怡。你身边一定有一些人，他不管学什么、做什么、玩什么，都特别有个样子，做什么像什么，好像对他来说学什么都很简单。一般的人或者是婆婆妈妈可能会跟你讲说，哎呀，人家就是比较聪明啦，特别有天分啦。但其实呢，我观察这些人呢，是因为他们呢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所以当他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呢，他掌握要诀的能力就比一般的人好。因为 Newsing 公司呢，最近呢有送一些环宇领袖或者是高阶呢去参加北京大学的一个培训课程。那我自己呢就很幸运，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也跟很多的高手学习交流到了很多东西。那在这个课里面呢，有一个观念呢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北京大学呢教战略管理与执行的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叫刘启明老师。这个老师说，他观察很多的这个企业家。那他观察这些人呢，他发现他们都有2个很重要的能耐。第一个就是他们都很清楚知道思维比知识重要。知识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玩过大富翁、现金流，或者是有的人很会下围棋。那关于这个游戏的知识呢，比如说围棋的规则、大富翁的规则、现金流的规则，这种东西呢就是知识。大家都知道一样的知识，总是有一些高手他们能够玩得特别好。有围棋高手，你怎么让他下，他就是能够赢，因为他们的思维跟一般人不同。我曾经听过一个演讲，他是 So Nice 的第2代，他就举了一个80-20的法则。他就说他在这个大学联考呢考了全国前20名，因为他的读书呢，他是有一个跟一般人不同的战略，这就是思维哦。他一定会非常遵守80-20法则。一件事情，若是你能够把它做到80分圆满，通常它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你完成这80%，假设花你100%力气，剩下这20%可能要再花同样多的力气，可是只有20%的成效。他到企业来工作之后，他把一样的思维运用到他的商业上面。他就观察每一个店里面绩效不好的店呢，通常他们一些很简单基本的事情都没做。比如说客人一进来，你可能要跟他打招呼、微笑，就是一些很简单基础的事情做好，其实大概就能够先拿到一个80分。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呢，你与其花很多的心力去累积自己很多的知识，还不如呢去找思维比自己更有水平的人去学习怎么样子拥有一个让自己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思维。那他提到的第2点呢，就是培养与人打交道的整合能力。大部分的这个企业家呢，他们都有非常好的与人沟通的能力跟整合人才的能力。当你能够把一批人才整合到你的团队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出跟效能。而且呢，不管这个时代的科技如何变化，这样子的能力呢都是不会被淘汰的。学校里面呢，没有任何一门课教你怎么搞定别人。搞定别人的事情呢，大部分呢都是要在市场里面透过自己的打滚而去学习的。我在上了这些课之后呢，我就更加的确认而且明白 Newsing 带给我的意义跟价值。我回顾过去的这个10年里面，我在这个事业里面的确磨练了非常非常多与人打交道的这个能力，跟我过去在实验室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面对着仪器，自己做自己的事。当我进入这个行业里面，我被迫练习的程度还有频率变得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迫使我在与人交往这个能耐有一个非常明显而突破的成长。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影响我很大。所以最后给大家2点建议。第1点呢，就是要把自己放到对的环境。那这样的环境呢，有办法加速你看见不同的人，然后去跟不同的人相处，然后去培养自己与人打交道的实战的能力。最好呢，这个环境呢，还有良好的教育培训，会教你怎么样子去改变和提升自己在与人交往能力的这一方面。第2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思维。那我觉得最好的呢，跟着思维很好的人学习，能够近距离的观察他们，跟他们相处，他能够让你问问题，所以你可以从他身上得到资讯，包括你该看什么书，你该听什么档案，哪一些重要的思维哲学是你要在人生的关卡里面突出呢所必备不可缺少的。那我在北大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呢，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实战场，他相信呢，能挣钱的人基本他的思维不会太差。如果呢我们可以把握住这2点，应该能够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替自己培养出一些不被时代淘汰的能力。嗨，大家好，我是素怡。我们在上一支影片有讲到，就是我们举下棋来讲，下棋的规则是知识，
输赢是思维。那有些人下棋就是特别容易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思维就是跟你不一样啊。你要赚钱的话，你得在某一个游戏规则里面胜出，比如说在市场游戏规则里面胜出，所以你必须要去抓到怎么样子能够胜出的这个思维。思维不同可以造成多大的差异呢？有的人呢在田野林间走小路，还翻山越岭；有的人在省道上面骑脚踏车，有的人在省道上面骑摩托车，有的人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超快的跑车，有的人坐高铁，有的人坐直升机，有人坐喷射机。这已经不是在同一个平面，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子有科技的辅助又有网络辅助的这个年代，你的思维会决定你在哪一个赛道上面，你在哪一个赛道上面一决定了，已经决定你这辈子永远的速度。我在很久以前，大概在3年多前，我大概知道说大陆的这个直播平台已经起来之后呢，我就下载很多直播平台，然后我就很好奇这直播平台怎么运作的。我知道很多人都想成为直播主，但是我不想成为直播主，我想知道它后面运作的规则。对，我就做了很奇怪的事情了，我就 follow 一个跳舞的女主播，就是会刷礼物给她，像那些男生我就刷礼物啊，我就刷什么车队啊、火箭啊，有没有？反正 anyway， 我在大概花了10来万之后，我就变成他的好朋友。后来我去上海，就邀请我去他家住。我后来就比较知道说这个平台跟直播主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很不合理，就是平台拿非常非常多的钱，接近70%。而且直播还有工会，那工会再抽个什么3%、5%的，真正落到直播主的手上就所剩不多。我也会去听那些就成立工会，他在招募直播主加入。我在北京呢，提供你住的地方，提供你直播室，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听他们的那个说明会，然后说这概念很聪明。后来想想说他们也想做直销的吧。我后来发现，任何能够做得很庞大的东西，一定都是要用最简单的模式、最简单的方式去累积那个量。当你能够设计出一个游戏规则，可以杠杆别人的闲置的时间、闲置的钱，而且能够真正对到别人有提升、有帮助，那它数量又可以做到很庞大，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商机。那我在就是乱做了一大堆有了没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呢就变得更加的清晰。所以思维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你下第一个选择在哪一个平面跟别人比赛。为什么以前人读书是机会？因为在以前的年代，资讯很封闭，读书是唯一一个最快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有多大，有多少别人不同的思维的方式。以前是你要学什么东西，你学个日文，你学个韩文，你动不动就要缴多少钱去什么地球村。现在你想学什么语言，你只要上 YouTube 打入关键字，你都有免费的东西可以学。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整合能力非常重要的时代，资讯需要整合，人脉需要整合。如果你还能够把不同的人脉整合，它就是一个商机；不同的资讯整合也是商机；不同的资讯加人脉一起整合，就会变成爆炸性的商机。在这个时代里面，学会这些技能，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也期许我自己是一个会随着时代一直不断去成长跟进步的人。那我也希望能够找到跟我一样有这样子想法，然后志同道合的伙伴，让我身边都充斥这些会自我学习成长。那我们透过不断的交流、相互的刺激，我们可以一起变得更好、更进步。这个时代啊，真的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你要什么东西都有，但是你需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这24个小时要怎么花，花在哪里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你的工作的环境很封闭，你的人脉条件情况很封闭，甚至是你的原生家庭的观念很封闭的话，那你就越发的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来支持你的开阔视野的这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让你自己每天的工作忙到完全没空去思考很多的东西的话，其实在这个时代也很辛苦，那就表示你的生活环境需要一个改变。尝试未必会让你马上找到你想要的，可是你会更清楚什么是你不想要的，所以你就不用从这么大的东西里面去选，可能就可以缩小一点，每次尝试就可以再缩小一点，再缩小一点，你就可以越来越精准的找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到底坐落在哪里。其实你只要抓到一个方法，并且你相信你自我学习的能力，你有统整的能力、好奇心跟不怕新东西的这个能力，然后你可以把它整合起来，你就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一直不断自我学习。假如你很好，你还可以带动别人，因为你可以学习之后把它整理，然后再交给那些有恐惧未知领域的人，他也能够去进步，你就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我觉得很多的 leader 或甚至现在很多的这些 YouTuber 都有很多这样的能力啊，他们可以帮助一些没有空阅读的人，或是不怎么喜欢阅读的人，资讯通通都有人教你。所以这是一个太棒的年代，你需要的只是一股学习的热忱跟好奇心，还有统整的能力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欢迎按赞分享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会为你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内容。